你有没有想过，等你走到人生最后那一步，眼前闪过的最后一个画面会是什么？很多人会想，是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是赚了大钱的那天，是儿孙满堂的场景。我跟你讲，都不是民间说的人生走马灯，从来不是让你回味风光，真正到了油尽灯枯的那一刻跳出来的，全是你这辈子最不想面对的事。可能是你当年对母亲摔门而出的那句重话，也可能是你当众让孩子下不来台的难堪，或者是老伴卧病时你嫌烦躲开的背影。这些事有些连你自己都以为早就彻底翻篇了，到底是谁把它们翻出来的？很多人说这是大脑缺氧，是大脑在死亡前最后的回忆。我跟你们讲，这根本不是回忆，这是因果现前。人走后的第一道关，不是有个判官来审你，而是你自己的业力先跟你清账。活着的时候，我们看问题永远是站在我的位置上，凡事都有理由，凡事都觉得自己占理。肉身的执念像一块遮羞布，盖住了所有亏欠可断气的那一刻，这层遮挡就没有了。这时候的回忆不是让你舒舒服服地坐在台下看第二遍电影，因果不会审判你，它只会让你亲身体验当年你骂母亲的那句话。现在轮到你来听，你第一次不用自己的耳朵，而是用你母亲的心，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那一刻，他老人家心里的酸楚和痛。当年你打压孩子的那份得意，现在变成了你亲自承受孩子站在人群里那种无地自容的羞耻。当年你对老伴的冷漠，现在全变成了你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时那种透骨的冰凉。这就叫业力，你自己造下的业，别人替你咽下的苦。肉身一坏，老天爷要让你原封不动地全尝一遍。到那一刻你就知道，平日里的一句气话，一次敷衍，一回私心，都不是小事。不管你信不信命，人这一辈子都背着3本账，这3本账记得是你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次言行举止，一笔一笔全在对数。算不清这3本账，神识就得不到安宁。那么究竟是哪3本账？这第一本翻开的账到底在查我们什么东西？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干了一辈子所谓的好事，最后这本账上却记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肯定会纳闷，人都断气了，脑子都不转了，究竟是谁在放这些画面？而且几十年的事情，几十年的旧账，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就全部看完了？对清了呢？我跟你们讲，要想弄明白这个道理，必须要懂佛法里一个词，叫做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就好比是我们生命最深处的一个大仓库，你这一辈子嘴里说过的哪怕一句闲话，心里动过的一个哪怕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念头，全都会变成一颗颗微小的种子，悄悄掉进这个深层的仓库里存起来，一颗都不会漏掉。平常我们活着的时候，因为身体这个大机器还在运转，眼睛忙着看好看的，耳朵忙着听别人说话，脑子里想着怎么防备人，怎么算计事。外面的声音太吵，欲望太重，就把仓库底下的这些种子给盖住了，你根本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可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身体这个大机器彻底停工了，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到了，平日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念也被抽空了。这时候失去了肉身的遮掩，你那个生命最深处的大仓库就会瞬间轰然打开。到了那个境界里，时间的算法跟我们墙上的钟表
完全不一样。活人的时间是一分一秒走出来的，而神识脱离肉身以后的时间是跟着念头走的。一个微小的念头浮上来，就像拔出一个萝卜带出泥，跟这个念头有关的所有人，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别人心里因为你受到的伤害，会在一刹那间同时显现出来，根本不需要几个小时去回放，一念之间因果就全景铺开了。在这个全景里头，最无情的审判就来自你自己。有个男人，我们暂且叫他老李。老李年轻的时候长得体面，脑子也活络，但他家里穷，一心就想着怎么跨越阶层，怎么过上人上人的日子。后来老李娶了一个家境极其殷实的女人，这女人什么都好，就是腿脚有残疾，平时只能坐轮椅。老李这人最要面子，他心里其实极其害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吃软饭的。为了堵住外人的嘴，他对外把一个绝世好丈夫的形象演到了极致，陪妻子出门，他鞍前马后，嘘寒问暖，逢年过节，在岳父母面前，他甚至能端水给妻子洗脚。外人都夸这女人有福气，找了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可只有老李自己心里清楚，他从来没把妻子当成伴侣。他看着妻子的时候，眼睛里根本没有心疼，那只是一块让他往上爬的跳板。几年后，岳父母相继离世，老李顺理成章地拿到了家里所有的财产和生意的控制权，钱到了手，权力到了手，老李那张面具就慢慢放下来了。他没有提离婚，因为他还要维持自己苦心经营的好名声，但他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冷暴力，10天半个月不回家，说是生意忙，回到家里除了必须的几句客套，再也没有任何交流。妻子坐在轮椅上，哪怕是问他一句晚上想吃什么，老李也只是头都不抬，低声一声，冷得像一块冰。妻子是个心思敏感的人，他怎么会感受不到这巨大的反差？可他又说不出什么，因为老李既没打他，也没骂他，生活费照给，护工照请。可那种每天把你当成一团空气，冷冰冰敷衍的钝刀子割肉，最终把妻子逼出了严重的抑郁症。几年后，妻子在那个宽敞却像冰窖一样的大房子里，带着满心的凄凉和绝望走了。老李当时还在外人面前挤了几滴眼泪，办了一场风光的葬礼。他以为自己赢了，财富、名声、自由全都有了，这笔账彻底翻篇了。可是诸位要晓得，老天爷的因果账从来不是看你怎么演戏的，你种下去的是什么种子，长出来的绝对就是什么果。又过了20-30年，老李也老了，70多岁的时候，他患上了严重的阿兹海默症，脑子开始糊涂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他有的是钱，儿女给他请了最昂贵最高级的护工，这些护工极其专业，每天几点洗澡，几点喂饭，几点翻身，动作标准的就像教科书一样。但是唯独没有感情，护工看老李就像看一份工作，看一个麻烦的摆设。只要老李因为脑子糊涂把饭菜打翻了，或者半夜莫名其妙的哭闹，护工从来不会温和地哄他，护工只会熟练地拿毛巾给他擦干净，然后用一种居高临下甚至带着一丝嫌弃的冰冷眼神死死地盯着他。有一天下午，老李的脑子突然有了片刻的清醒，他歪在轮椅上，正对上护工那张毫无表情冷冰冰看着他的脸，
就在那一瞬间，老李心田仓库里的那颗种子炸开了，几十年的时间仿佛根本不存在。他不仅想起了当年，更可怕的是他的视角被强制调换了，他真真切切地站到了当年妻子的位置上，看着护工那精准却毫无温度的动作，老李浑身发抖。他终于切身尝到了当年妻子坐在同样的轮椅上，面对他的冷暴力时心里那种恐惧以及无声的绝望。妻子当年咽下的那些冷眼，现在化成了实质的冰水，从老李的头顶一直浇到脚后跟。老李想哭，却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咽，没人搭理他。你看，因果报应根本不需要等到死后把你推下油锅，老天爷只要在现实中稍微拨动一下因缘，找个人把你当年施加给别人的感受原封不动地还给你，这股业力的反弹就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所以我说，人临终或者晚景显现时的第一位判官就是你自己。在这个心识的法庭上，老天爷翻开的第一本账，不是先算你做过多大的事业，也不是查你给寺庙捐了多少香火钱，而是查一个很多人平时根本不在意，甚至还沾沾自喜的东西。这第一本账吓退过无数自以为是好人的人，老百姓管它叫起心动念账。佛法里有个词叫意业，意思就是你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你的动机。为什么有些人表面上修桥补路，大搞善事，最后这本账上却记着要命的黑字，甚至招来饿死惨死的果报。因为世间的人评判善恶只看你表面上做了什么，可是因果评判善恶头一条查的是你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行为就像是露在地面上的叶子，而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埋在土里的根。因果先看你的根到底有没有毒。诸位仔细想想，同样是每个月给父母2000块钱生活费，有的人是心里真觉得父母养育自己不容易，满怀感恩的给。可有的人呢，是因为怕兄弟姐妹说闲话，怕亲戚戳脊梁骨，甚至是为了堵住老人的嘴，带着满心的不耐烦和怨气给的。同样是帮衬家里落难的亲戚，有的人是真心希望对方能重新站起来渡过难关，可有的人表面上慷慨解囊，心里却暗暗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巴不得对方一辈子都欠自己的，以后好随时对人家指手画脚。这表面上看起来不都是给钱了吗？不都是做善事了吗？别人看了都要夸你一句大好人，但是因果的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你如果夹带着虚荣、傲慢、控制欲和怨气去做善事，这叫什么？这叫在善报里下了毒。你虽然能得到一点微薄的福报，但同时你也种下了极其深重的恶业种子。大宋朝的时候，有个权倾天下的宰相叫蔡京，这个人大家可能在戏文里听说过，名声很坏。可是如果你只看他表面上做的一些事，你甚至会觉得他是个大慈善家。蔡京当宰相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大力推行福利工程。他搞了什么呢？居养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孤儿院和免费养老院，还搞了安济坊，相当于免费的穷人医院，甚至还搞了漏泽园，就是给那些穷的买不起棺材的人免费安葬的公墓。这听起来是不是天大的善举？简直是古往今来最有慈悲心的宰相了。可是老天爷要查他的第一本账，查的是他的起心动念。蔡京搞这些福利工程，心里根本不是为了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他真正的欲望是为了
在皇帝面前邀功，为了粉饰太平，好保住自己宰相的位置，顺便给自己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既然要搞这么庞大的工程，钱从哪里来？他不去动那些达官贵人的利益，而是变本加厉地搜刮最底层的穷苦百姓。他增加各种名目的税收，把老百姓逼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那时候有一个极其荒唐但也极其扎心的画面，蔡京穿着华丽的官服，满脸慈悲地微笑着去视察新建的居养院，听着手下官员铺天盖地的马屁和赞美。可就在他脚底下这片土地上，无数的普通家庭因为要交他定下的重税，正躲在破茅草屋里抱头痛哭，甚至上吊寻死。他觉得只要表面上把孤儿院、养老院建起来了，功德就无量了。他完全无视了那些因为他家破人亡的哭声。他的起心动念里全是为了私欲的冷酷算计。他是在用无数老百姓的血肉来给自己浇筑一尊大善人的金身。后来天下大乱，金兵快打过来了，蔡京倒台了，被朝廷夺了官职，贬到了遥远的南方。这个时候蔡京以为自己只是丢了官，他家里有的是钱啊，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他雇了好多辆马车，装满了真金白银，带着一大家子人往南方走。他心里想，只要有这么多钱在手里，我走到哪里买不到好吃好喝，一样能安度晚年。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天爷给他算的账在半路上开始应验了。他沿着大路往南走，沿途的那些老百姓、种地的农民、开客栈的老板、卖烧饼的小贩早就听说了他被贬的消息。全天下的老百姓都恨透了这个打着慈善幌子吸干他们血骨的奸相。于是一条绵延几千里的长路上出现了一个极其罕见也极其可怕的默契。当蔡京的仆人捧着大把的碎银子去路边的包子铺想买口吃的时，小贩看也不看，直接把蒸笼一盖，冷冷地说不卖。当他们走到客栈，想要花10倍的价钱住一晚，讨口水喝时，老板直接把大门一关，上了门连半滴水都不给。没有一个人组织，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但是沿途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就是一粒米一口水都不肯卖给蔡京。蔡京一开始还摆宰相的架子发脾气，后来变成了哀求。他守着一车一车的黄金白银，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财富，突然发现这些东西在庞大的众生怨气面前，竟然变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最后这位曾经权倾天下、见过全国最多养老院的当朝宰相，就在一座破庙里活生生的饿死了。临死前，他摸着那些冰冷的金银，终于明白自己那本起心动念账上根本没有半点慈悲，全是大恶。他生前为了虚名，夺走了老百姓活下去的口粮，临终时这股业力就让他捧着金山银山，感受求实无门的绝望。因果就是这么毫厘不爽。不管你表面文章做得多漂亮，起心动念里的那点贪欲、虚荣和残忍，最终都会变成扼杀你自己的绳索。诸位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心里会松一口气，觉得这个故事太大，那是大官干的事。我就是个普通小老百姓，我没权利去欺压人，我平时就是脾气急一点，嘴巴快一点，但我心是好的，我没有恶意呀，我这本账应该很干净吧？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拿我没有恶意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因果账本，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你的起心动念确实没有存心害人，这只能稍微减轻。
第一本账的罪过，可是你嘴上一时痛快，或者你那种自以为是的冷漠，给身边的老伴、儿女和亲戚朋友真正造成的伤害，他们心里流的眼泪可是实实在在的。这些实质的伤害，老天爷一笔没漏，全部记在了第二本账上。这第二本账一旦翻开，我们很多自以为顾家、自以为善良的中老年人，恐怕谁也逃不掉。这第二本账名字叫做众生回生账。什么叫回生？你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喊一声，过一会儿，那个声音原封不动的又传回到了你耳朵里。因果也是一样。这第二本账查的是什么？他不看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他只看别人因为你的话、你的行为实实在在地承受了什么样的痛苦，你让别人咽下了多大的委屈，这股委屈最终就会变成回声，反弹到你自己身上。我认识一位老陈，老陈以前是个挺风光的人，在一家大企业里做到了很高层的位置。他这个人脑子里极其信奉一套东西，叫弱肉强食。他觉得只要能把业绩做上去，规矩就该定得残酷一点。在公司里，他最擅长的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撕碎下属的自尊。他觉得只有让手下的人怕他，把他们的骄傲全打掉，自己这个领导位置才坐得稳。有一次，公司里新招来一个小姑娘，刚毕业没多久，做表格的时候不小心弄错了一个数据，其实不是什么弥天大祸，改过来就行了。但老陈是怎么干的呢？他把小姑娘叫到那个全透明的玻璃会议室里，外面全是大办公区的同事，老陈就站在那里，指着小姑娘的鼻子，足足骂了1个多小时。骂的话极其难听，你就是个废物，连这点事都做不好，你爹妈怎么供你念的书？干不了赶紧滚蛋。外面排队想要这碗饭的人多的是。小姑娘被骂得浑身发抖，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最后哭着跑回工位，收拾东西就辞职了。听说后来这孩子瘦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整整半年不敢出门找工作。可老陈呢，他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跟另外几个主管得意洋洋地笑。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太脆弱玻璃心，我这是提前给他上一堂社会课，我是为他好。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我觉得我是对的。老陈觉得自己在建立威信，觉得自己在教训下属，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可因果是怎么跟他算？这笔众生回生账的呢，根本没等到他断气，就在他活着的时候，这回旋镖就狠狠地扎回了他自己身上。过了几年，老陈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精力跟不上了。极其讽刺的是，公司直接用他当年亲自定下的那一套弱肉强食的淘汰规矩，把他给裁掉了。老陈哪受过这种气啊？他不服输，拿着半辈子的积蓄跑去跟人合伙投资，结果看走了眼，不仅把老本赔了个底朝天，还欠下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债。为了还债，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大管事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跑到一家小区当了一个最底层的保安队长。有一天下午，老陈在小区里巡逻，因为年纪大了忘性大，有个登记的表格他填漏了一行，就这么个小事，恰好被巡查的物业经理给抓住了。这个物业经理是个刚刚3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是脾气大爱耍威风的时候。当时正赶上下午，小区院子里人来人往，全都是散步的业主。那个年轻经理直接冲上去，指着老陈的鼻子，当着所有人的面破口大骂：老东西，你眼睛是不是瞎了？连个字都不会写，能刚刚
不能干趁早脱了衣服滚蛋。你以为你还是什么大老板吗？诸位，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60多岁的老陈穿着保安服站在那里，被一个比自己儿子还小的年轻人指着鼻子骂老东西。那一刻，老陈满脸通红，他浑身都在哆嗦，2只手死死地捏着衣角，可他不敢顶嘴啊，他太需要每个月那几千块钱的工资来还债了。就在那个瞬间，老陈看着面前那张因为傲慢而扭曲的年轻脸庞，他的脑子里嗡的一下，恍惚间突然闪过了当年那个玻璃会议室的画面。他终于看清楚了，那个指着别人鼻子随意践踏别人自尊的人，不就是当年的自己吗？那种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剥光了面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窒息感和绝望感，他今天终于真真切切的连本带利的尝到了。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就是别人心里流出的血，最后变成了扎向他的刀。佛法里讲同体大悲，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契机在最深处都是连通的，你伤害别人本质上就是在伤害你自己，你夺走了别人几分尊严，你让众生承受了多大的恐惧，因果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安排一个时间，安排一个场景，用一模一样的配方，原封不动的把这份屈辱按进你的骨血里。我们很多老朋友一辈子奉公守法，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觉得自己在第2本账上肯定没问题。但我跟你讲，中老年人最容易犯也最难察觉的就是这本账里的口业和冷暴力。你想想看，在家里头有多少人打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旗号，对伴侣对儿女进行长年累月的精神打压。伴侣炒菜咸了一点，你张嘴就是一句，你长个脑袋有啥用？你觉得你只是随口抱怨，可伴侣接收到的是几十年被否定的绝望。儿女没考好或者工作不顺利，你张嘴就是一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觉得你是在恨铁不成钢，可儿女接收到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连我亲生父母都看不起，我的极度自卑。这些话就像一根一根的毒刺扎在最亲近的人心里。老天爷在记这本众生回生账的时候，不会写某年某月，你教育了孩子，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某年某月，你摧毁了一个人的自尊，到了神死离体或者晚景凄凉的时候，这些别人咽下去的苦水就会全盘倒灌进你的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人晚年子女不愿意见他，老伴不愿意跟他说话，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感到一种绝对的隔绝和彻骨的孤独。不是别人不孝顺，是他当年种下的冷漠和刻薄，现在回声响起来了。不过话说到这里，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只要别人还在，哪怕曾经话说重了，哪怕曾经伤了人，我们还有机会去低个头道个歉，把这笔回声账给平掉。可是老天爷那儿还有第3本账。如果有些事你明明做错了，却因为死要面子，到死都不肯低头呢？如果有些恩情你受了，却一直假装不知道，从来没去还过呢？这些已经发生却没有结局的事情，既没有被偿还，也没有被放下，他们会流向哪里？我告诉你们，他们会被放进最沉最可怕的第3本账里。这本账才是真正决定我们这一生最终走向，甚至决定我们下一辈子要去哪里的判决书。这本账的名字叫做为了因缘账。前2本账查的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不管好坏，
总归是有了个结果。但这第3本账查的全是你没做完的事。什么叫没做完的事？第一种是你欠下的恩和许下的愿，比如你当年落难的时候，有个老朋友借了你一笔钱，后来人家家里出了变故，你因为怕麻烦躲着不见，这笔恩情你没还。又比如你家里人当年生了重病，你跑到菩萨面前，或者对着老天爷痛哭流涕的发愿，说只要人能好过来，你以后一定初一十五吃素，一定多做好事。结果人好了，你转头就把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该怎么计较还怎么计较。第2种也是最可怕，牵引力最大的一种，叫做放不下的怨恨。很多人活到70、80岁，心里还恨着几十年前得罪过自己的人，可能是年轻时妯娌之间的一句闲话，可能是分家产时兄弟多拿了一点。你每天在脑子里把这些人拉出来骂一遍，你以为你是在报复他们吗？佛法讲12因缘，里面有个极其厉害的机制，叫做爱取有。通俗点说，不管是极度的贪爱还是极度的嗔恨，本质上都是一种强烈的执念。你越恨一个人，你的心思就越死死地抓着他，你这不叫放下，你这叫每天在心里头供养你的仇人。你带着这股庞大的怨恨和不甘心离开这个世界，这股力量就会变成一条粗壮的绳子。等神识脱离肉身的时候，这根绳子就会形成一股极其恐怖的牵引力，把你直接拖进下一轮更加痛苦的纠缠里去。你恨他，就等于在发愿下一辈子还要跟他碰面，还要继续互相折磨。这本未了因缘账一旦发作起来，真的是极其冷酷。汉朝的时候，有一位极其厉害的丞相，也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叫周亚夫。这个人能力大得没边，平定了当时的七国之乱，可以说挽救了整个汉朝的江山，功高盖世。但是周亚夫这个人有个极其要命的弱点，就是他的性格太刚烈，太高傲了。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尊严和面子，他绝对不向任何人低头。当年在战场上，为了他自己大盘的胜利，他甚至眼睁睁看着友军被敌人围困，任凭友军怎么求救，他就是按兵不动。在朝廷里当官也是一样，因为脾气太硬，他得罪了无数的人，他自己觉得这是有骨气，但其实他在无形中结下了无数未了的怨缘。那些被他舍弃的将士的冤魂，那些在朝堂上被他当众羞辱的同僚的怨气，全都在暗中汇聚。到了晚年，周亚夫的这本未了因缘账终于找上门来了。那时候他已经退下来了，年纪也大了。他的儿子为了给他准备后事，私下里去买了500件皇家陪葬用的甲盾。在当时，这可是犯了大忌的。事情败露后，朝廷派人来查，周亚夫平时多高傲啊，他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根本不屑于跟那些查案的官员解释。结果这位曾经统帅100万大军，连皇帝都要敬他3分的老将军，直接被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审问他的那个狱吏是个会见风使舵的小人。狱吏看着眼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今落魄成这个样子，于是故意用极其尖酸刻薄的语气刁难他，嘲笑他。诸位，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一个懂得因果懂得放下的人，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把事情原原本本说清楚，把那股高高在上的我执放下来，这事可能就过去了。可是周亚夫是谁？他宁可死也绝对咽不下这口气。狱吏的嘲笑像点燃了火药桶一样，彻底引爆了周亚夫心里的嗔恨。
他坐在牢房里，气得浑身发抖。他没有选择解释，也没有选择释怀，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其惨烈的对抗方式——绝食。他把所有的怨恨、所有的屈辱、所有的骄傲，全都死死地憋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整整5天5夜，他滴水不进，1粒米都不吃。最后，这位盖世英雄不是死在敌人的刀枪下，也不是死在皇帝的刑场上，而是活生生的在牢房里饿死了。当年有个相面的人早就对他说过，他晚年会被饿死。他当时嗤之以鼻，觉得荒谬绝伦。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功劳和地位，怎么可能沦落到饿死的地步？可是老天爷的账本算得太精细了，杀他的根本不是那个故意刁难他的狱吏，而是他自己心里那个宁死也不肯放下的傲慢与嗔恨。他一生刚愎自用，欠下的无数人情债和怨恨债，到了临终的这个关口，全部化成了他自己心里的这股邪火。他不肯低头，不肯化解这段因缘，这股咽不下的怨气就成了一条无形的绞索，牢牢地勒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困死在了那间黑屋子里。这叫什么？这就叫被未了的因缘拖进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很多老朋友听到这里，不妨在心里偷偷问一问自己，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大将军，但我们心里是不是也像周亚夫那样憋着一口死活不肯咽下去的气？亲生兄弟之间因为当年老人的医药费闹了不愉快，大半辈子不来往，过年过节连个电话都不打。父母和子女之间因为孩子当年选错了专业，嫁错了人，做父母的觉得丢了脸面，10几年摆着个冷脸，就算心里想孩子，嘴上也绝对不肯先服一句软。你总觉得我是占理的，我是长辈，凭什么要我去低头？我跟你讲，等到了大限将至的那一天，因果账本翻开的时候，老天爷绝对不会问你们俩当时谁占理，老天爷只看一件事，这条怨恨的绳子你到死都没有解开。既然没有解开，那好，你们这笔糊涂账没算完，带着这块大石头，下辈子接着纠缠去吧。起心动念账、众生回生账、未了因缘账，这3本账刀刀见血，一笔都不漏。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已经惊出一身冷汗了，觉得这人生回放也太可怕了。难道我们真的就只能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地等到躺在病床上喘不上气的那一刻，看着这3本账把我们压垮吗？绝对不是。佛法最慈悲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告诉你因果的厉害，它更会给你指出一条明路。真正聪明、真正有大福报的人，绝对不会等到死后才去对这3本账。趁着我们现在还能喘气，脑子还清醒，我们完全有办法在活着的时候把这3本账拿出来，一笔一笔的给它清零。这3本账具体该怎么清，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招。只要你从今天开始照着做，那3本要命的账本你就能一页一页的把它翻过去。第一招，要在每天晚上睡觉前把你自己的起心动念清算一遍。世上的人一天到晚眼睛都往外看，看别人哪里做错了，哪里对不起自己。要想清这本账，你得把眼睛收回来，往自己心里看。大家可以在心里定一个7天回照的规矩。第1天晚上躺在床上，专门回想今天对老伴动了什么念头。第2天想想对待儿女的念头。第3天想想对待父母兄弟的念头，轮着来。记住，回想的时候不要先问自己今天干了多少好事，你要专门去挑自己的毛病，
找出来之后怎么办呢？你要去做一件事，每个月哪怕只有一次，去做一件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善事。你可以去马路上捡一捡垃圾，可以悄悄接济一个素不相识的穷人，或者以匿名的名义捐一点小钱。做完之后不要发到朋友圈里炫耀，不要告诉老伴和儿女，甚至连你自己都不要在心里天天惦记着我又做了一件大好事。这在佛法里叫做无相布施。你之所以起心动念里全是毒，就是因为你太贪图那个好名声了。当你做了一件好事，却根本不求任何夸奖的时候，你心里那股傲慢和虚荣的根子就被你连根拔起了。第二件事叫做口债不过夜，截断众生受苦的回声。我们中老年人在外面往往和和气气，脾气全发在家里人身上了。白天因为一点琐事，你对老伴说了极其难听的话，你觉得过2天大家就忘了，可你不知道，那股恶业的回声已经在他们心里荡开了。从今天起立个规矩，当天说重话伤了人，哪怕你是长辈，只要你错了，能当天道歉，就绝对不要拖到明天。道歉的时候有一个极其严格的界限，你可以走过去说，老伴，今天这事是我急躁了，话说得太重，让你受委屈了，对不住。说到这里马上打住。很多人道歉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他后面总要加一句，但是对不住啊，但是我那也是因为你先把地弄脏了，我才发火的呀。诸位，你只要加上但是这2个字，这就绝对不叫道歉，你这叫继续争输赢。你一争输赢，本来要断掉的恶缘咔嚓一下又接上了，对方心里的回声不仅没停，反而更响了。真正的低头是不带任何条件的，你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把对方心里的委屈抚平，这笔口业账就在今天晚上彻底两清了。第3件事，提前把你心里的积怨化解掉，拔出那股最深的牵引力。很多人到了晚年，心里还恨着几十年前得罪过自己的人，只要一想起那个人，心里就咬牙切齿。你仔细想想，你这不是在记仇，你这是在每天消耗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能量去供养你的仇人。老天爷看得很清楚，你这么舍不得放下他，那你们来生肯定还要凑在一起，互相折磨。要怎么化解呢？不是让你立刻跑去跟仇人拥抱，咱们都是凡夫俗子，做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你至少可以做到一条，停止在脑子里天天跟他吵架，属于你该还的钱干干净净的还给人家。如果是对方欠你的，你确实讨不回来，就把它当成前世欠他的烂账，今天一把消掉。遇到那些实在没法相处的人，该远离就远远的避开，把你的念头彻底收回来，不要让怨恨绑架了你所剩不多的好日子。你不恨了，那根绑在你们俩中间的因果绳子也就自然断了。第4件事，每个月抽出1天时间，去把未了的承诺了结干净，找个本子，把你这半辈子答应过别人却一直拖着没办的事，还有你在老天爷在菩萨面前许过却忘掉的愿，一笔一笔全写下来。梳理完之后，能办的立刻就去办。如果有些事确实是因为时过境迁，你现在老了真的办不到了，怎么办？不要装聋作哑，更不要因为怕丢面子就躲着别人。你要亲自找到那个人，看着对方的眼睛，坦坦荡荡地说明白，老友啊，当年答应你的那件事，我现在是真的有心无力了，我对不住你，今天必须来跟你交代清楚。只要你亲口把事实说明白了，这个未了的缘分就算是有了一个交代，哪怕结果不完美，这笔账也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诸位，因果的算盘是老天爷在打，可是修行的主动权却完完全全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修行绝对不是拿着几句念经的口诀去跟阎王爷讨价还价。真正懂佛法的人明白，修行就是改变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和行为。你把虚荣的心眼关上了，把伤人的嘴巴闭上了，把心里的恶气放下了，把欠下的人情结清了，新账不添，旧账理清，这才是世间最了不起的功夫。好啦，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大家年纪大了，听完这么多道理，转头可能又忘了，所以我在最后啰嗦一遍，今天这3个保命的道理，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第一，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哪怕是你随口一句没人在意的重话，也会在别人心里结成可怕的恶果。回去以后，今天要是话说重了，伤了老伴和儿女的心，今天就去道个歉，绝不把口债留到明天。第二，起心动念才是造业的根。表面行善如果夹着傲慢和控制，那善报里就藏着毒。回去以后试着去做一件没别人知道的好事，连自己也不去贪求名声，把虚荣的念头死死按下去。第三，未了的因缘会成为往生路上最大的拖累。欠下的恩情和发过的愿，肉身坏了它也不会灭。回去以后把答应过却没办的事在心里梳理一遍，能办的赶紧办，办不到的亲口去说明白，绝不留一点死结。诸位啊，人活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呢？人生最大的福报不是你这辈子在善恶簿上干干净净，一笔错账都没有，那是圣人。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福报是发现自己算错账以后，你这口气还在，你还有勇气去承认，还有时间去补救，还有一颗愿意回头的心。只要肯回头，当下就是在消业障。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支持这份善念继续流通。你也可以把这番话转发给身边那些还在跟老伴生气，还在跟儿女较劲的亲戚朋友，也许你这无意间的一次提醒就能帮他们解开一个心结，让一个家庭少留下一笔迟来的遗憾。这本身就是在为你自己和家人积攒大福报。最后啊，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朋友都能在评论区里写下一句：愿我清净起心动念，不留半点害人恶口，或者写愿我偿还欠下的恩，不把旧账带到下一层。大家要晓得，文字是有极大力量的，人起心动念产生的那股能量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当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汇聚在咱们这个评论区里，那形成的就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温暖的能量场。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一句祈福，那股慈悲清净的磁场最终全都会真真切切地回向到你自己身上，回向到你的儿女和家人身上。